这是邪恶小鼠标，这是邪恶大鼠标，这个是邪恶鼠标 Plus 版。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试驾 Model YL。 作为重庆首批拿到试驾车的媒体，大家把排面打在公屏上吧。其实关于这辆车的一个试驾啊，在之前我就有一个猜想，那今天主要就去验证一下它开起来的感觉到底是不是和我印象的差不多。那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还是先带大家看一下，之前我去体验静态的时候，有看到朋友们说那个环境嘛，拍摄太黑了，而且我这个身高对吧，170也不太具有这个参考性。那咱今天啊，就找了2位180的男士同胞来给大家测一下这个2、3排到底怎么样。现在我们一镜到底来实测1、2、3排的空间。180摄影师先上主驾，调到驾驶位之后，我现在是在2排位置。好，现在我去3排，摄影师来到2排。 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我们把这辆邪恶鼠标 Plus 版开起来看看吧。那我要说，这辆车是奶爸奶妈们开着最开心的一款车，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吧？就是我在没有试驾 Model YL 之前，我的观点就是 Model YL 大概率会是目前市面上啊6座的 SUV 里面算比较好开的车。就是你也可以理解，它相比同期车型呢，轴距是没有那么大的，然后再加上对吧，特斯拉的底盘的感觉呀，什么操控的这些感觉啊，就开起来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开。毕竟双电机的版本嘛，它0-100加速的这个时间也是在4.5秒的，你像猛的一个加速。 推背感还是会有的，但像我们今天试驾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好，重庆在下大暴雨，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大家测一些极限的一些测试啊，像什么加速啊、急加速啊那些，所以咱们就没有去体验了。然后转向手感的话，跟换新 Y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就是。
不会，我还是会买，很舒适。好了，好，逼掉。今天一整天的试驾体验就结束了，小小的总结一下。之前我去静态拍摄的时候有说过，这辆车大概率会抢不少换新 Y 的一些用户群体，而且那个时候价格还没有公布嘛。然后我说出这句话之后呢，当时就有人反驳我说，大5座、大6座啊，就是用户群都完全不一样。但你想一下，你买一辆6座车回去是没时没刻都需要6个人满载出行嘛，对不对？所以更多大家还是把它当成大5座或者说大4座来使用的。而且啊，贵2万块钱，相比于换新长续，能够得到更舒适的大4座的体验，以及更大的储物空间，包括呢驾乘方面，对吧？相对于家人来说呢，乘坐也会更舒服。所以这2万块钱花的是蛮值的。本期视频呢，还是重点去体验它的驾乘的感受，以及这个坐在2排就驾驶行驶过程当中乘坐的一个感受。好了，那关于这辆车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评论区去留言，然后我看到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好了，下期见，拜拜。